前面已经做完卡莎和薇恩了，还剩个维鲁斯。作为这个版本啊，3大百分比 AD， 维鲁斯没有那么极端啊，他前期不弱，是不需要那么长的发育时间的。之前我以为啊，这个耐久度提高，维鲁斯伤害会变低，所以与其拖后期，我为什么不玩卡莎呢？然后玩了几把之后，伤害没有变低，反而比原来强了。所以维鲁斯啊这个版本，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玩的。但是相比于卡莎啊，它还是比较吃操作的，因为我很久没玩了，所以说熟练度的话不够了。我以前玩的最多的时候，就是维鲁斯能打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 W 的百分比还没有被砍，打野老猛了，哪怕野区遇到盲僧，大招拴住2个平 A 一发 Q 就秒了。然后后面啊，这个 W 的百分比加成就被砍了一半，但是即便砍了一半啊，它还是很恐怖。尤其现在啊，前期变肉了，上线可以常见出门。你像以前我就喜欢红水晶的，因为维鲁斯的基础生命值很低，前期对拼的话啊，如果对面是硬辅，你还没 A 3下就死了。但是现在的话要好多了，即便对面硬辅来开你啊，也可以反手 A 对面 AD 3个枯萎，然后 WQ 给他秒了。至于装备和符文啊，原来符文是在相位的，但是这个迅捷步伐加强之后啊，很适合维鲁斯，能让我们更好的赖线，对拼起来呢，可以瞬间 A 2下，快速叠枯萎。所以主系的话优先迅捷步伐，然后残暴巨杀小攻速，最后带一个超燃。装备的话常见出门西兰刀，然后 CD 斜峡谷。至于3项的话，这个争议比较多。我个人总结啊，3项的话有人保你组牌可以出，因为它这个移速还有攻速啊确实很舒服。优势的情况下啊，出的话确实不错。但是你单排啊或者是劣势的话，这个装备就很乏力了。说白了，3项适合优势局有人保你的情况下上脸色用的，你可以无脑的放心的穿插平 A。但是到了逆风吧，单排没人保你，你敢上去下 A， 对面中野就敢秒你。所以单排的话，这个3项没必要做，可以出个海灵之戟，打团丢大招，对吧？射2箭就跑，毕竟单排嘛，对吧？打出伤害就行了。组排需要你打满全场，因为你是核心嘛，对吧？单排的话，如果队友不管你，就在后面躲着，丢个大招拴一下，然后射2箭枯萎就行了。正所谓啊，临阵放3箭，也算对得起朝廷了。然后这一把的话，就是我常说的啊，这个标准的人马打野啊，保下路，通过下路的优势呢来决定团战。这个思路啊，当前版本3排5排特别好用。人马只要机制不改，你再怎么砍伤害，他只要会抓下路，那他这个版本就注定是强势英雄。虽然这个版本啊下路很重要，但是我直播单排的时候，有人说对吧，我喜欢玩艾克玩野当野核，视频里教我们对吧，要团队保下路，你自己去玩野核。首先我是单排对吧，我想团队，但人家不跟我团队啊。我前面教你们保下路的时候也说了，组排的时候对吧，你相信队友可以，你单排的话怎么玩都一样，就纯看系统对吧？队友会玩你怎么玩都能赢，队友不会玩你就是团队到爆炸你也得输。当然你玩野核也赢不了，但最起码对吧，玩野核它灵活，能带个线偷野，还能切个脆皮。你选个人马皇子什么的对吧，队友不会玩你只能干着急。还有我发现了啊，就是喜欢晚上玩游戏的，你发现了没？12点之前啊，你的对局很正常，甚至还能连胜。过了12点之后特别难打，几乎没有赢的希望。我说的是单排。然后等你熬过这段时间，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慢慢连胜。这勾8系统，他在故意啊让你熬夜。我试了好几个号都这样，因为我是晚上直播嘛，对吧？所以说8点到12点之前赢的比较多，然后一过12点就开始还债，然后我就上头熬夜继续打。但几个号轮流这么一打，我发现不对，怎么都是这种情况？他早不制裁，晚不制裁，等过了12点，大部分的人都准备睡觉的时候，他开始折磨你。可能这是我的个人情况，你们或许没有，但是我总感觉很邪门。我换了这么多号都一样，感觉系统在耍我。你要说过了12点对吧，你困了状态不好，关键是上头了打到3、4点又能打回来，我总不可能越玩状态越好吧。算了不说了，这可能是我的个人情况，只是告诫你们一下啊，如果你找不到人玩单排的话，打到11点就赶紧停，最好是赢了之后呢见好就收，不然过了12点这个系统有猫腻，你要5排的话不好搞你，你单排的话随便安排你。至于维鲁斯的话，千万不要说他是轮椅，他确实打伤害很简单，但起码他没有身板。如果对面维鲁斯爆杀我没有任何的对吧怨言，说明人家玩的确实好，下功夫了。唯独有些卡莎对吧，菜的一批，然后他队友会玩，帮他拖到后期了，然后摁住普攻不松手啊，给我们冲烂了，然后打着嘲讽人机，这就是卡莎玩家。不要说我歧视卡莎玩家对吧，我自己就是个卡莎玩家，我歧视我自己吗？只是有些人啊玩着轮椅还非得说自己有操作，说就说呗，还得强迫别人承认卡莎是操作英雄。要不是我玩过就信了你的鬼话了，还不如盖伦有操作。不是嘲讽是真的，卡莎真不如盖伦有操作。